男人呐，什么真情厚谊，全是假的。只要是年轻貌美、新鲜水嫩的，男人没有不喜欢的。现在他1个月里，起码有1半的时间在那儿，什么贵重的东西都给他，比起采薇得宠的时候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娘，你是没见到他那得意的样子，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。偏偏我有短处在他手里，所以我什么都做不了。唉，归根结底呀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儿子。如果你有个儿子，哼，就是这些女人再闹，凭你的地位也威胁不到你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被动了。可是我这肚子不争气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大夫换了几个，药吃了几年，就是没有消息。看来我这辈子是没有子孙福了。哎，娘倒是有个主意。太太，马大夫已经等了您一会儿了。马大夫？哦，之前周妈妈来说武姨太突发疾病，我便派人去请马大夫看了看，请来以为是小事儿，就没有及时禀告太太。太太，马大夫，请坐。请。马大夫不是去了蔷薇园吗？可有什么不妥？武姨太这次受了些风寒，并无大碍。那马大夫这是？这次我帮武姨太诊脉，发现她之前因为小产而导致身体虚弱，阴血不足，包脉失养，再加上情志不畅，肝气郁结，气血失和，武姨太只怕是很难再怀身孕了。静兰，如今采薇已经不能生育，你觉得？以景兰的看法，还是夫人的主意好些。这个世道对女人真不公平。我知道太太心里不舒服，可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为了太太的地位着想，太太还是想开一些吧。这种事情只怕是女人都想不开，可是又有什么办法？二爷，二爷，二爷好。这位是？这是我家中的庶妹，排行第9，名叫马菊芳，今日特地来看我的。菊芳，还不快叫二爷？二爷好。好，难得来一次，福芳，你可要好好招待。那是自然。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先吃饭吧。好。二爷。菊芳早就听说二爷英明神武，果敢决断。菊芳最敬重的就是二爷这样有谋之人。菊芳在这儿敬二爷一杯。我从家中的庶女中挑一个模样、性情都合适的出来，你让她去伺候二爷，然后生下儿子，然后你就过继到自己身边，这样你的后半辈子就有指望了。娘让我再给二爷纳妾，我那里还不够多吗？娘还要再送一个给我添堵。哎呀，就是娘不送，难道你丈夫他自己就不收了？与其让一个狐妹子得逞，还不如送一个自己信得过的。家里过去的总是好拿捏，你以后啊还会省很多心。
反正啊，你终究要收一个儿子的，收一个别人的，那不如收一个自己妹妹的。二爷，菊芳的小曲儿唱得不错，让菊芳给你唱一曲吧。好，不用了。今天啊，我有些头疼，想清静一会儿。二爷，你觉得菊芳如何啊？你们马家养出来的，自然是不错的。其实我这个妹妹仰慕二爷已久，如果二爷喜欢的话……如果你是想说要为我纳妾的话，那就不用再说了。我以后是不会再纳妾了。二爷，算了，我还是回青松院吧。二爷，二爷，太太，二爷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二爷拒绝了我的提议，他说再也不会纳妾了。可笑的是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开心。二爷不再纳妾，真的是因为六姨太啊？那我们该怎么对付六姨太呢？这内宅中论得宠，还没有人能跟六姨太相比。事情的事业呢？快点，快到这边来！这么晚了，是谁在外面吵闹？我出去看看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那么吵？祭祖的事情在晚上准备是比较有诚意的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？那你们这么吵，太太怎么休息啊？是太太休息重要呢，还是祭祖的事情重要？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对的话，大可以去找老太太理论的。太太，你说的没错，现在六姨太是最得二爷欢心，无人能和她相比，包括我在内。不过有一个人例外。谁呀？开门呐！哦，太太，这么大清早您怎么来了？五姨太起来了没有？哦，五姨太正在抄经文呢。抄经文？五姨太每天都要抄的。快去跟五姨太说，太太过来看她。哎，五姨太，你天天早起抄写经文，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。我之所以遭受了这么多的磨难，一定是我前世作孽太深的缘故。我只求佛祖看在我一片诚心的份上，能够消除我的罪孽，也让我那苦命的孩子能够早日投胎转世。五姨太，你应该享福的，不应该受这些苦的。福兮祸所依，我已心灰意冷，不敢再奢求什么，只求平安度日。太太，太太，这么早，太太怎么来了？翠萍，快帮我收拾一下。哦。景兰，是。这里不需要你们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你身体不好，坐下吧。蔡薇，
现在你还认为是我设计了你吗？采薇虽然算不上聪明，但也不是蠢钝之人。废院之事，或许别人不会相信我是清白的，但我却是明白的。的确是有人在陷害我。至于这个人，是太太，是秋林，还是大爷，还是你们3个人都有份，采薇就不知道了。你倒是老实。明白又能怎么样呢？如今，真相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。二爷从来就不信任我，我的孩子也没留住，我爹和桂琴都过世了。前2天马大夫跟我说，我以后都不会再有身孕。我现在就算知道当初是谁在算计我，又能怎么样？我失去的一切还会再回来吗？如今我已经心灰意了，现在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。我实在不想再回到那些争斗当中，只想平静安稳地过完这一生。所以老太太的处罚对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成全呢？你真的不想出去了？出去又能怎么样？蔷薇院外面已经没有我可以留恋的事物了，所以禁不禁足其实是没有差别的。娘的那一步棋已经走不通了，所以太太将武姨太放出来，让她分碧荷的宠，引得碧荷对武姨太下手，太太便有了机会。最主要的是采薇不能生育，就算重新得宠，也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威胁。先是不忠，再是不孕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在太太眼里恐怕再也没有任何危险。原来那天武姨太是故意告诉碧荷为二爷生辰放灯的事情，好帮助碧荷在二爷面前争宠啊。碧荷知道防着太太来找我治伤，显然是聪明有心机的。只要稍稍拉她一把，她一定会达到她的目的。那武姨太怎么知道这样就能得到二爷的宠爱呢？以前每年我为她放灯祈福的时候，她总是会很开心。她相信这样的话就会给她带来好运。虽然她现在厌弃我，但却不一定会厌弃祈福灯。碧荷长得漂亮，又得她欢心。如今有碧荷为她放祈福灯，她应该会很高兴吧。因为没有子嗣，所以一旦有其他女人得宠，太太都会很心急。这次碧荷得宠，估计已经引起她的不安和焦躁。她现在应该很主动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，而马大夫给她的消息，应该会给她些启发吧。说起来，那天武姨太您装病装得可真像，连我都差点信以为真了呢。不这么做的话，又怎能引来马大夫这个重要的人证呢？这段时间我可花了不少钱，让婴儿和周妈妈分别买了很多药物服用，特意造成了脉象紊乱的假象，让马大夫误以为我再也没有办法怀孕。所以武姨太你才不用着急用3七补身子喽。只是现在在大家眼里，武姨太你都已经失宠了，太太还会再用你吗？论感情，采薇跟二爷青梅竹马，碧荷拍马都追不上。虽然现在二爷对采薇失望，可是从二爷积极为采薇寻找西医的情形来看，他对采薇还是余情未了。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先这样试试吧。就算不成功，对我来说也没有损失。
可是武姨太一直怀疑太太在背后陷害她，她出来后会不会找机会报复？我之前也是担心这一点，所以今天特意去试探一下她。我故意天天抄经，装成心灰意冷的样子，就是为了消除她的顾虑。采薇之前本就是柔顺的性子，一连串的变故更消磨了她的志气。在她看来，即便是我有什么想法，她也没有这个本事。她要是安分就好，要是不安分，我能踩她一次，就能踩她第二次。我要的就是她这份轻视之心。老太太，太太来了。老太太，傅芳来了。这个时候，你怎么会来呢？儿媳过来是有件事要和老太太商量。有什么事啊？是关于武姨太禁足一事。下个月便是黄管事的生祭，我想采薇就这么一个亲人，黄管事的丧礼她也没能出席，再加上她已经禁足这么久了，我看是不是解了她的禁，让她能好好的筹备父亲的生祭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如果说连生祭都不让她去准备，那也显得我们白家太不近人情了。好吧，就这么办。等生祭过了之后，再让她继续禁足吧。老太太，有句话我说出来，您别不高兴。虽然老太太已经下过严令，可是家里面人多嘴杂的，难免会有流言传出去。如果将武姨太一直禁着，被人知道了，两相一联系起来，这流言可就落到实处了。到时候受损的可是大爷的名声。你如果把下人管好，会有这么多流言蜚语传出去吗？父方定当尽力而为。可是有句话说得好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但是只要把采薇解禁，这流言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老太太，父方完全是为了白家和大爷的声誉着想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就照你的想法去做吧。一切就听老太太的，我就不妨碍老太太念经了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他这是在威胁我。哎呀，老太太，您别生气呀。好了，别捶了，连个腿都捶不好，留着你有什么用？赶紧下去。哎呀，我来，我来捶。老太太，您说太太这么做是为什么呀？他这还不是想用王皇后对付萧妃之法？哦，可是咱们的武姨太，她又不是武媚娘啊。我看这次太太算是失策了。哼。太太，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您竟这么好兴致，摆下酒宴招待大家。去年冬天的时候，我叫人酿了梅花酒，埋在了梅树下。现在这个时候喝正好。再加上我看见二爷这段时间因为药厂的事实在辛苦，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让二爷和各位姐妹轻松一下。
二爷，梅花酒清香寒冽，这个时节喝可别有一番滋味。父方敬二爷一杯。福芳，这些年你辛苦持家，应该是我敬你才是。秋林唱的小曲儿还真是不错。有一段时间没听秋林唱曲，功力倒是长了不少啊。二爷，秋林唱的怎么样？唱得好，好得很呢。看姐姐唱曲，碧荷也有些激昂了。你也会唱啊？我都不知道。如果早知道你会唱曲，你伺候的时候就应该让你来唱几曲听听呀。碧荷哪里会唱曲呀？就我这种嗓子，即便唱得再好，也不能和戏院的伶人相比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？秋林，那妹妹，你是想表演什么节目呢？先允许我卖个小关子。碧荷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碧荷才疏学浅，既不会唱歌，也不会弹琴，只会些简单粗陋的小戏法，希望能博得二爷和众位姐姐们一笑。大家看，那边有一朵花。这边也有。秋林姐姐，你头上好像也有。梅香姐姐，让我看看，你身上也都有哦。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哦。大家看，这是一个火把，等一下我要把它点燃，然后把这个火把也变成一朵花。立春，点火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哇，真的是朵花哎！妹妹，你还真是有一手啊，平时还小看你了。刚才我变的都是从无到有，接下来就是从有变无。秋林姐姐，能借用一下你的镯子吗？别那么小气嘛，我就用一下。干嘛？讨厌！现在我要把秋林姐姐的镯子放进这个盒子里。听到了吗？它还在里面，但我现在得想个办法，让它消失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镯子还在里面。秋林姐姐，你看，这是你的镯子吧？哪有啊？走。我镯子呢？我镯子哪儿去了？我镯子在哪儿呢？在你身上。你别着急，我帮你找。在哪儿呢？梅香姐姐，在你那儿啊？没有啊。那一定是在太太那儿了。
我知道了，一定就在二爷那。我拿出来吧。你要不拿，我可亲自搜了。让我看看，藏在哪儿了？一定是在后面。会不会在这边呢？在哪儿呢？我找到了，看，还说不是你拿的，还给你，好好看看是不是你之前给我的那只。精彩精彩！这只是一些简陋的小把戏，不足挂齿的。二爷和姐姐们喜欢就好。这个丫头眼生得很啊，怪不得太太眼生。这丫头是我前几日去庙里上香的路上碰到的，见她在路边卖身葬母，样子怪可怜。看她样子，长得跟我过世的妹妹有几分相似。想想，这也是缘分，所以就禀告了梅香姐姐，把她买了回来，留在身边伺候。啊，我看是小事情，便没有烦扰太太。立春，还不快见过二爷和太太？立春见过二爷，太太，还真是和妹妹有几分相似。立春呐，这以前六姨太也是丫鬟出身呢，这如今人家可都是姨太太了，这份本事你可得好好学学。立春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说过，英雄莫问出处，又听过因果轮回一说。我想六姨太能有今天的福气，定是因为前世积福行善的缘故。好个伶牙俐嘴的丫头！二爷吃个虾吧。二爷吃菜。好。叶香，你表演个什么节目给我们呀？想不出来要罚你哦。采薇见过二爷，见过各位姐妹。妹妹，快过来坐。怎么这么晚呢？有些事情耽搁了。等等，这不是你的位置。按照顺序，采薇是五姨太，应该坐在碧荷之上。当然了，姐姐，你坐这儿。大家一定很奇怪，为何采薇能来到这里？怎么回事？我已经和老太太商议过了，五姨太的父亲生计将至，念在黄管事对白家忠心耿耿，所以决定给五姨太解禁，好好筹备黄管事的生计。采薇谢谢太太的体贴之心。我身为当家太太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希望以后大家能和睦相处，共同伺候好二爷，以及早日为二爷、为白家开枝散叶。采薇，还不敬二爷一杯？采薇敬二爷。
二爷。我刚才看二爷，明明是想跟你说话的，可是你为什么？翠萍，你要记住，我们这次出来不是为了破镜重圆的，裂痕一旦在那儿，就永远都回不去了。妹妹，梅香姐姐，这段时间你受苦了，看看你受了多少，脸色也不好，是不是下人怠慢了？我这种情况又怎么能好呢？只要出来就好了，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这会儿在这儿装姐妹情深啦，早干嘛去了？采薇，在你禁足期间，你这位好姐妹可有去看过你吗？有些人呢，就喜欢在中间瞎挑拨。采薇姐姐，我跟梅香姐姐，我们一直都很担心你。可是老太太有严格的规定，禁足期间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。可我知道，梅香姐姐一直有吩咐要特别关照你的，尤其是厨房那边，生怕那些眼皮浅的欺负你。别听她瞎说。我当然知道姐姐对我好。姐姐，你能解禁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以后我们又可以经常在一起了。采薇，今天这么高兴，要不去我的含香院坐一会儿吧？梅香姐姐，我想去桂香院看一看。好啊，那我陪姐姐一起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桂清过世之后，二爷一直保留着她的房间。不过你也不要太触景伤情了，小心自己的身体。那我先去了。秋林和碧荷为了争宠出尽法宝，可是却不及采薇轻轻巧巧的一露脸。你看见二爷见到采薇时的样子了吗？我这步棋还真是走对了。刚才武姨太敬酒的时候，二爷迟迟不肯端杯子，真把我给吓了一跳，生怕二爷发火。我安排这次家宴，何尝不是试探二爷的态度？现在看来，采薇复宠是迟早的事。武姨太那边，我们是不是得提防着点儿？这些都是四姨太做的衣服花样，想必应该是为五姨太的孩子准备的。
送来这么多好东西啊！哎呀，恭喜五姨太，贺喜五姨太！如今五姨太解禁了，往后就有好日子过了。刚才啊，太太送了许多摆饰物件过来，五姨太要不要进去看看？我们知道以前是我们伺候不周。对对对，我们都是些没眼力见的下人。五姨太天生一副好心肠，不会和我们计较的啊。妈妈这说的是哪里话呀？这几个月还多亏了你们的照顾，我才能平安熬到这个出头之日。今后呢，也不知道太太会怎么安排。不过我们好歹主仆一场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好。太太那儿呢，多余的话我也不会说，你们放心。谢谢五姨太，谢谢五姨太。我真是不明白，我们在禁足期间受他们多少欺负，他们心肠那么歹毒。要不是五姨太你聪明，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样了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们呢？即便我在太太面前说了他们的不是，太太就会惩罚他们吗？当初太太派他们过来的时候，难道没有想到这一切吗？告状很简单，但是除了让他们记恨我们之外，是没有多大用处的。我们刚刚解禁，没有必要给自己树立两个敌人。他们虽然是下人，但如果暗中为难我们，那也是很麻烦的。那你真的就这么放过他了？人生在世，总会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，吃亏受苦是在所难免。如果一一记恨在心，伺机报复，那生活除了仇恨，还会剩下什么呢？有些时候啊，化戾气为祥和，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。那害死老爷和四姨太的人呢？你也打算化戾气为祥和吗？不，唯独这两件事情，我会不依不饶，追究到底。我一定要查出真凶，替他们讨回公道。五姨太，翠萍也会全力协助你的。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。翠萍，你一会儿收拾一下，我想明天就回去。你才刚刚解禁，而且离你父亲的生祭不是还有1个多月呢吗？父亲的丧礼我没能出席，实为大不孝，所以这次想早点回去给父亲上个香，也好早一些来筹备他的生祭，还望太太成全。这样吧，你暂且先回去准备着，中途如果能回来就回来，不能回来，过了生祭也得马上回来。你现在是白家的人，老是在娘家待着也会惹人闲话。才为明白，谢谢太太的体贴之心。采薇，我知道你心里面依然怀疑我，这番感谢也不尽不实。可是你要明白，我正是因为问心无愧，才会求老太太放你出来。今天你能重见天日，能去筹备你父亲的生祭，都是因为我。太太的恩德，才被没齿难忘。真是笑话！我当家太太处罚一个下人，还需要你个妾室来指指点点？不要因为二爷给了你些许信任，你就忘了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了。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，而采薇你的价值，就是二爷的欢心。失了二爷的欢心，你就一文不值，连个小小的文房都不把你放在眼里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寻梦的人路遥远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我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
切又峰回路转。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只